欢迎来到少主力的魔玩频道。今天我们来玩 TMT 出的这一款变六外传的大黄蜂，整个的造型甲壳虫的车型样式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目前呢，只是一个样板阶段的东西，我们只是看一下变形的设计，因为有很多的地方可能会要修改，这个也是参考一下大家的意见。到时候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边来研究一下这个扣子要不要剪掉。首先看这个车型啊，其实现在的包裹完整度还是不错的，相对来说车身上面的密缝线没有那么的多，唯一就是现在这里有一个 Y 字的接缝，这一块的缝隙有一些大。问题出在哪儿呢？看这个地方有两个扣子，它是固定这一块车门的，现在我感觉有一点长，会顶出来，所以鼓起来的这一块会把这个 Y 字的缝隙顶出来。然后呢，厂商跟我说要不要把这两个扣子剪掉，因为大腿上面现在有两个窟窿，在人行的状态下暴露着啊，可能会有一些影响美观。等于把这两个扣子剪掉以后，把这俩窟窿填上，到时候这个车门密合的缝隙会更好一些。但是吧，我看了一下，它这一块前方是有卡扣的，后方这也有卡扣，车门这块窗户的上方这里是分件的区域，但是吧，我觉得卡扣如果取消掉了以后，定位感可能会不太好，因为这一块牵扯的东西比较多，它是一些环环相扣的锁定位置，而且这一块是一个挺重要的组合位点，所以一会儿变形的时候我们也是来看一下吧。底盘来看倒是包裹的还是挺满当的，里边的零件填的严严实实，尤其这一块的设计啊，我记得电影里边有那小女孩钻到车底下修车的这么一个环节，这块是有一个小肚兜的盖子的，还不错还不错。轮毂的涂装刻画很精美，橡胶的轮胎，该有的一些涂装细节都不错，还有那种仿旧化的自洗效果渗进去的感觉。前方的保险杠这一块的金属器也有做旧，而且现在的两个车灯是没有发光组件的，现在厂商也是给我看了一张图，准备要加两个发光模组进去，到时候车灯就也可以亮了。车窗这些位置都是透明的零件，包括后边的细节，小车牌都有很细致的涂出来，上边的一些小文字印刷，而且这个车牌是浮雕式的，看它是有立体感的，不错不错。这个车型其实保证的已经相当的可以了。目前这辆车唯一的暴露点在哪？就是从侧面看，两个轮子中间的缝隙会暴露一点点零件，底盘这个地方会露出来一个边儿，但如果变形到位的话，推车滚动是不会磨到地的，挺丝滑。那我们也是来变形看一下这一款的设计如何。其实玩过之前他们家赛星形态的那个大黄蜂啊，跟那个的设计逻辑有一些像。掰开这两个扣子，同时脱开这两个定位点，这两边还有两个夹着的外扩扣子，整个的拉开，然后上方这里车顶有滑道，把它拉长，这个时候就可以解锁开了。翻到上面去，保险杠这两圈收一下，根部这里还有一个转轴，收进去，再卷动，完全把车顶子跟这样叠放起来。接着是两侧的窗户位置，跟下方这里有连接的地方，打开。根部是一个球形关节，我们可以稍微的往上翘一点点。窗户的内侧这里有两个扣点，透明的扣子，对应的其实是这两个的位置的扣点。所以说这一款身上有很多的结合扣点啊，它其实是为了车型的一个稳定程度以及最后的一体性去考虑的。但是人行的时候，这些面上边露着的窟窿就会暴露出来，所以呢，这个是现在厂商很纠结的一个点啊，它在取舍。前方这里的一个搭扣拉开，侧面这里有一个扣子，把它整个的掰松，然后就可以看到在大腿上边的两个大窟窿。结合的是车门下方的这两个，整个拉开以后，我们放到后面去。所以我觉得这些扣子的定位其实都是挺重要的，因为你这一块门板如果取消掉了这两个扣子，仅靠前方的一个拉扯力度的话，它上方还要结合这一块的车窗，这个我觉得不是很稳定啊。好，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些地方全部都延展开了，两个前大灯往前拉伸，这地方也有扣子啊，
双关节搓动一下，解锁开。这一块轮子的位置掰开，下方这里连接的扣子，旋转180度，倒腾到上方去。注意在根部这里有一个滑槽，把它推过去。前方的盖子这里还有2个插扣，把这里也顶松，拆松就行了。给它先拉开错层，然后注意手臂的夹放位置，这里有2个贝壳形状的东西夹着手臂，其实它左右2处都有扣点。先掰开这一层，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插扣，起到定位的效果。然后再掰开这一层，在这个位置里边又有一个竖着的插扣，把这2个掰松，手臂先解放出来。腾下位置，好，现在手臂顺着这里边的夹扣全部打开，我们就可以把腰部的关节稍微折动一下，上半身先给它分离出去，腿部左右打开，在裆部中间这里夹着它的锤子。其实赛星形态大黄蜂也是这样设计的，锤子里边藏了强力磁铁，作为一个灯效的激发开关，扭正，然后握把拉长。然后我们来处理腿部的变形，在这一块我们先把它往外折叠，腾出来更多的空间。这一块门板我们先腾开，注意在脚丫子往出翻的时候，后边这里有一个大方桩嵌在凹槽里边，前方的银色位置内侧有一个插扣，把这2处同时解锁开，翻转出去。根部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啊，脚踝的接地关节，我们往外撇一点点。现在腿肚子里边是一个腾空的状态。我们先来处理脚部的变形，打开黄色的盖子，根部有2个插点，同时里边金属漆的这一根也转起来。外侧这里带有扣点的地方，边缘翘一下。根部这里边是有一个小插扣的，把这一块先打松掉，往外折。然后这一块的根部还有一个小的挡肉片，我们翻到另一面去。现在解锁开了以后，把轮子往外扣，这里边的插扣解锁，脚后跟就可以跟这样先翻上来，再翻到脚底板，把脚尖儿往前撸，根据后方这里的滑道调整一下这个轮子的位置，旋转到脚心，里边的扣子卡住，然后外侧的这一块窟窿呢，用这一片零件旋转过来。小腿肚子这一块空间的变形呢，我们把这里先拉开，这2块小腿肚的贝壳打开，然后注意看这一块零件，根部这里有一个转轴，我们让一下，然后顺着里边旋转过来，1段卷，2段卷，藏好门板。根部这里还有一个滑槽的轴，把这一块转着往外顶，全部叠放好以后，把这一块膝盖的零件转过来，然后往下包，这块银色的敲起来，包好了之后，把这一块整个的回归，侧面这里腿肚子的扣子跟膝盖的侧面锁一下，外侧这一块的缝隙贴合，这一块有一个斜着的插扣跟这里卡住。最后一步，刚才我们翻起来的这根棍子拉下来，侧面这里有一个插孔，把它结合锁上。哎，从这边就可以把这个轮胎的边缘挡住了，完全隐藏了起来。然后就是说现在的这点问题啊，我觉得整体来说，这个腿部的变形设计还是非常精妙的，藏起来了大面积的门板，而且腿部能保证出来一个非常圆润的包裹程度，零件藏得很好，对于形态的还原度也很棒。而且这一块小腿上面没有太多明显的卡扣，就是大腿上面这里露着2个孔，也是厂家准备填起来的地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刚才变形的时候，我们也说了，门板上面的这2个扣子，其实如果为了那2个 Y 字的缝隙线的话，可以尝试着把它剪短一点，或者说注塑的时候把它修得短一点，没有必要全部的填起来，因为这2个扣子真的挺重要的，可以看到环环相扣的一个变形过程。但是呢，我觉得小腿这个地方应该再加固一下，为啥呢？它的脚踝关节在这里边是个黑轴，是吧？
但是呢，整个的小腿和脚丫子连接的位置，这根轴固定在哪儿？固定在这一块弧线的面板上，它是一个单边的固定，也就是说跟前小腿板这个地方是没有任何关联的。这一块儿，我觉得应该在这个位置增加固定的位点，而不是说再减少它的卡扣，为了保证人形的美观度了。虽然说现在吧，支撑起来这个稳定性还可以啊，脚踝的活动范围也行，但是明显感觉到这个位置，如果说再有一个零件是吧，从上往下牵扯一下这个脚踝的关节，能把它扣一下的话，这样子就会更稳定一些了。所以这一块的小腿是我最担心的地方。虽然说这个用料挺厚实的，也可以看到这个料子还不错啊，但毕竟是一个单方向的连接，而且是一个弧形的条。如果没有固定的话，这个在里边是会在摆动的。还有就是这个在无形之中会给售后增加很多的压力啊。如果说能增加一个，哪怕就是一个连杆、扣点什么的，把这固定一下也好。现在就差了这么一点点。然后来看胳膊的变形，顺着中间的缝隙，打开边缘的这两片，让出来更多的空间。整个的180度往前翻折，翻折到头，先定位卡住。现在我们立到车头上方这一块中段的保险杠位置，我们往内折叠收纳一下。肚子下方的这块盖子可以把它折开，拉出中间的一个缝隙来。然后整个的前车脸的部分，顺着中间的缝隙给它钻进去。是一个夹层的设计，也等于是这一块做了一个肚兜的样式。转到底，侧面这里有两个插扣，对应大灯的双关节，下方的扣子给它插上。这两个保险杠可以旋转一下角度，哎，现在这个身体前方装甲的层次感就有了。顶部这里旋转180度。翻出里边的人头，脖子根部有一个滑道啊，它是带葫芦锁的，我们往前推，推到头有一个吧嘚的锁定点。当然，在你变形成车型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滑动到最后方，咔咔两段，这个才算变形到位。人形的时候就往前推。好，翻到后背来收纳背包，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一圈卷好了，整个的往里翻，外侧这里。两个车窗的位置，通过根部的球形关节，我们先旋转翻下来，再卷动，把这一块完全的卷进去。注意车轮子侧面这里的两个黑色插桩，给它扣住，起到一个固定，背包就卷进去了。然后是腰侧面的这两块挡肉的零件，折叠翻上来，根部这里有卡槽，给它固定进去。这个位置的小尖插进去。腰部整个往下折叠，然后挂钩给它锁上，腿掰直。后背中间的这一块装饰零件翻下来，扣住以后，脊椎的刻画线条就有了。最后是两片车窗的位置，滑槽这里调整一下，按自己的需求调整吧，随便摆一摆角度啊。我们滑到上方，折叠，把这里扣住。最后肩膀转下来，肩胛这里边。调整一下方向，二头肌这个地方旋转180度，手肘的关节旋转180度归位，最后手腕再转过来。不要忘记小细节，两个小须子给它扣起来。先来看一下头雕的细节，哇，这张脸做的是真好看。细致的刻画，再加上精湛的涂装技艺，身上的一些做旧的效果。虽然说这一款因为变形结构的设计，它里边是有一个变形面罩翻出的，就没有空间去放发光的模组了。但是这两个眼睛，哎，是用透明零件嵌进去的，而且里边的纹理刻画的很好，还用到了手办里边的那种追视眼效果。看。这个大黄蜂，你转各种角度，它的瞳孔会盯着你看。脸上的小细节，奶嘴这一块的刻画纹理质感也很清晰。从侧面来看，这里边会有一个轴的暴露，因为啥呢？
它是一体变形出来的战斗面具。我们把这块打开，双关节折叠翻下来，卡住下巴，再盖上脑门。刻画的还是非常不错的，缝隙里边这里也有自洗进去的油痕，而且2个透明的眼睛里边是蜂窝状的细节刻画。最关键的是一体变形收纳的战斗面具，也是这款的一个设计亮点了。再加上这个透明的追视眼，小奶嘴风真好看，看这个眼睛，不错了。脖子360度旋转，并且这个地方有一个单独抬头的轴，它不是球形关节。而且领子下方这里的一些细节纹理刻画，用金属漆分色做出来的质感。胸口的大灯现在里边是涂装，外边又嵌了一个透明的带棱的盖子。但是现在厂家考虑在这个里边能不能加装一个发光模组进去。腋下这里的包裹程度，还有腹部这里的小细节刻画，做的都是蛮细致的。大腿内侧这里的层次感，后背的脊椎骨。这一款也是有弯腰的，但是它的弯腰是涉及到一个变形结构，脱开这个钩子以后，但是弯下去幅度过大的话，这里会出现脱肉的情况。倒是旋转一圈看一看，这个背包非常的干净利落，也算是一个经典的人包车设计了，把大面积的车壳子都填到了胸口的这块空间里面。肩胛拉开，平举的话，这里是一个齿轮关节，可以举到90度多那么一点点。二头肌360度旋转，这里也是齿轮关节，很清脆，很爽。二头肌变形的需要360度旋转，胳膊肘这里也是一个变形的关节啊，但是因为变形的偏心轴的位置啊，你在这里旋转的话会错开层。胳膊肘前区齿轮关节稍微借一点点角度，可以折到大概70-80度的样子，并不能折到90度平，因为这一块的造型零件也是给顶住了。手腕是一个球形关节，全指可动手。但这一款藏东西在哪儿呢？打开这一块面板，臂刃它是一体变形收纳在小臂里面的，折叠出来。但是现在的这个样板吧，这一块抽拉的滑道有一些松，卡不住。理想的状态呢是把它收回去，这一块卡住了以后，盖回来盖子。同理，这根小臂里边也藏有刀刃。一体变形的刀刃，包括上面有很细小的赛星纹刻画，它是凹刻进去的，很精致。小臂上现在有一横一竖2个窟窿啊，厂家也是觉得影响美观，想把这个地方填补起来，然后把车窗上面的2个透明扣子剪掉。我也跟他说，千万别剪，因为你又把大腿这俩窟窿填了，把那俩扣子剪掉，又把这俩窟窿填了，把这上面的扣子剪掉，那等于是车窗也没有固定，车门也没有固定，只靠前后的拉力的话，这个车型到时候我觉得会松散开啊。所以我个人建议，真的有几个窟窿，其实对于一个可变形的玩具来说，没有必要奢求那么多啊，反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可变形的玩具，有这些扣子，你在定位的过程中、变形的过程中，才让玩家能感受到一个，哎，我变到哪儿了，哪个扣子等着我，哎，这个算变形到位的这种感觉，对吧？其实我变形的时候，很喜欢环环相扣的扣子的锁定感，而不是说就是模棱两可的一个球形关节放在那里，让你来回的自己调找角度。其实这种的变形才是最痛苦的。继续往下看，其实这一款就是在之前的赛星风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改模嘛。而赛星风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它没有转腰的关节。这一回改成了外转风以后，增加了腰部的360度旋转，哎，很重要的一个可动关节给你摆上了。胯部齿轮关节前踢的幅度非常大。后踢也完全不会干涉，侧抬的话只有45度左右，大腿根部左右可以旋转，外侧的这一块装甲其实是可以单独的翘起来的。其实对折起来，它这个屈腿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但是膝盖这个地方就脱肉脱得很明显了，因为轴是坐在了大腿和小腿的后方，中间这里的等于是悬空的，所以你掰膝盖的时候，这直接就拉空了。这一块装甲呢是跟下边涉及到的变形关节，所以膝盖甲跟上方这里也没有牵扯的地方。小腿的部分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一块我觉得应该从前方这里再牵扯一个拉力的扣子，现在单方向的弧线拉下来，稍微的有一些孱弱啊，左右脚踝的接地范围还是很大的。总的来说吧 ，TMT 的这一回外传大黄蜂，其实它是基于 TMT 之前的那款赛新风进行了一个改模，但是在改模的过程中，也能体会到这一家的诚意方面的一些体现。首先，整个的车壳子更换成了甲壳虫的造型。它的单纯的换一个壳子，不是说简单的包裹一下就能完成的，而是要重新计算中间的一些尺寸以及零件怎么去折叠、怎么去收纳的这些位置。其次是在涂装和漆面上边也能做到一个非常精彩的演绎效果。这一款的人形态处理包裹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它基本上把车型状态下一些暴露出来的板件该藏的空间都利用了起来。胸口里边藏了车顶盖以及车前方一些的板件，车门的位置藏在了小腿肚子里面。可以说在外传大黄蜂的这个题材里边，目前的这款 TMT 也算是数一数二的存在了。除了刚才我们拆下来的锤子之外，还有一根臂炮，安插的话也是跟之前的那一款赛星风一样，3指套进去，掌心这里有一个钩子，把它先套上，然后外侧这里跟小臂的扣子进行连接。所以我说手臂上这窟窿真的别填，你看人这扣子其实是两用的，这一块还能固定这个臂炮，然后把大拇指稍微的叠一下，包在这边。需要点亮的时候，里边是瓷器灯，用锤子头锤一下就可以常亮。第2档闪烁，第3档呼吸灯。然后关闭，这个时候点亮灯，摆一个发射的造型，样子也是非常不错的。人形完成后，到须子最高处21.5公分左右，这是一个标准的30DL 叉的身高。和我们前几天玩过的玩具仔变7大黄蜂摆一起看一下效果，其实你真要放起对比，这两个的高度差的不是太多啊，可能也就是那么几个毫米的距离，我目测下来。但是为什么会感觉变7的这个会大一圈呢？可能也是因为这个装甲的关系，还有背后的翅膀张力更强一些吧。你仔细拉一下等高线的话，从脚底、脚踝、膝盖、胯部、腰部、肩膀倒是都差不多，所以也是两家差不多的时间段放出了样品的测试件啊，但是也算是各有特色。在把玩的过程中，大家也能看到玩具仔的这个在变形的结构设计上面确实会更高一筹，但是 TMT 的这一款造型涂装部分明显感觉会比玩具仔精致了更多。灯光模组部分，玩具仔会投入了更多，它里边要安12节电池。TMT 的这一个目前只有手臂的臂炮里有，但厂家有考虑把2个大灯也加入灯光模组进去。脑袋虽然不能发光，可是这个追视眼和一体变形的面罩也算是它的一大特色。而玩具仔最吸引人的可能是它联动的龙虾后背以及联动的膝盖装甲。虽然是同样以电影题材大黄蜂为原型，但一个是外传，一个是变7，两款全部的变形套路也完全不同，所以我觉得这两家之间也不存在什么竞争的关系啊。但翻回来再说，如果你是喜欢电影的玩家，喜欢大黄蜂这个角色，那这2款肯定也都在你的计划范围之内。最后也是再次说明一下，这2款目前都是样板阶段的东西，还有很多的地方细节需要修改。玩具仔身上一些变形结构的细节卡扣还需要调整精度，而 TMT 的这个就得看玩家们投票该如何选择了。你是不是在意小臂、大腿上边这些窟窿，还是更在意它变形完成车型的一个一体性、完整度更好，或者说变形体验上边扣合到位的那种爽快感更好呢？也是希望大家在评论和弹幕里边踊跃投票，我会把这些数据总结起来，然后反馈给厂商。后边我还会测试一下，如果说把门板上边的那2个扣子剪短一点啊，稍后我会打磨一下，试一试在车型的状态下那2个 Y 字的接缝能不能更小一些。那么大家觉得这一回 TMT 的外传大黄蜂做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